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我们今天来聊一个可以说是世纪大辩论的题目：科学与宗教。当你听到这两个词摆在一起的时候，脑中第一个浮现的画面，是不是就是两个拳击手在擂台上互殴，谁也不让谁？一个讲求证据、理性、实证，另一个讲求信仰、心灵、超自然。感觉上，这两者根本就是水火不容，对吧？但如果我跟你说，这个我们以为的常识，这个根深蒂固的冲突印象，可能跟绝大多数人真实的想法是完全两回事，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惊讶？今天我们就要来深入拆解这个超级有趣的社会现象。OK，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来看一个关键数字。这是在2005年，美国 CBS 新闻做了一份全国性民调，结果可能会让你吓一跳哦。有高达67%，你没听错，是整整2/3的民众，他们认为相信上帝跟相信演化论这两件事是完全可以同时存在的。哇，你看，这不是什么30%几的少数派，而是压倒性的2/3，这就奇怪啦。既然大部分的人都觉得没毛病，那为什么我们每天滑手机看新闻，看到的都是科学阵营跟宗教阵营吵得不可开交的样子？一下是哪个学区为了要不要教演化论告上法庭，一下又是哪个干细胞研究引发了巨大的伦理争议。这些冲突占据了所有的媒体版面，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这两边根本就是世仇，见面就是要开战。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矛盾，大众心里普遍的认知跟台面上公开的辩论好像活在两个完全平行的时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解开的核心谜题。其实啊，要搞懂那2/3的人到底在想什么，我们可以从这封投书到《纽约时报》的信件看出一些端倪。这位读者说，在我看来，演化论跟宗教之间根本没有矛盾，一个是解释事情如何发生，另一个则是解释为何发生。哇，你看这句话是不是讲得超级到位？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观点。科学就像一本机器的使用说明书，它告诉你每个零件是怎么运作的，也就是如何。而宗教呢，则是告诉你我们为什么要发明这台机器，它的存在有什么意义跟目的，也就是为何。另一位读者把这个想法讲得更清楚了。他说，科学处理的是自然的物质的世界，宗教处理的是超自然的精神的领域。简单来说，他们是分离但平等的。这个分离但平等的比喻真的非常精准。研究这个议题的权威学者，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家罗伯特·伍斯诺就指出，这就是当代社会最主流的看法。大家心里好像都默默地画了一条楚河汉界，你管你的物理定律，我管我的心灵平静，我们井水不犯河水。这是一种两者兼得的世界观，而不是有你没我的零和游戏。好，听到这边你可能会想说，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大家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天下太平，多好啊！如果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我们今天就不用特别做一集来聊了。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从社会学的生成结构来分析，这两大阵营其实天生就注定了会有一场激烈的地盘争夺战。这个分离但平等的美好想象，在现实世界中其实脆弱的不堪一击。在社会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叫做制度分化。听起来有点学术，但其实很简单。它指的就是随着社会越来越复杂，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像是科学、宗教、经济、政治，会变得越来越专业，越来越独立。你想想看，在古代社会，祭司可能同时就是部落领袖，宗教跟政治是绑在一起的。但现在呢，政府管政府的，教会管教会的，对吧？表面上看，这个理论好像完全支持了刚刚说的各管各的嘛，科学有科学院，宗教有教会，大家各玩各的。但魔鬼就藏在细节里。你看，科学的地盘很清楚，就是自然世界，凡事都要讲求证据。
宗教的地盘呢，是超自然，是人生的意义跟道德。这两个领域的边界看起来很清晰，但现实是，这两个机构其实都非常有野心，他们都不会乖乖待在自己的舒适圈里，而是不断地想要把自己的影响力扩张到对方的领域去。这就像两家开在隔壁的百货公司，虽然一家主打时尚服饰，一家主打高科技家电，但两家都想成为市场龙头，都想抢对方的客人。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卖衣服的也开始卖起了吹风机，卖家电的也开始卖起了潮牌 T 恤，地盘的界限就越来越模糊了。好，我们简单整理一下，为什么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首先，第一点，他们争夺的是同一个文化制高点，也就是对这个世界、对人生的最终解释权。宇宙是怎么来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人类为何存在？这两个领域都想给出那个唯一的最终的答案。再来第二点，他们会透过划定界限来定义自己是谁，意思就是他们会不断地强调我跟他们不一样，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比如说科学家会说你那个是迷信啦，我们才是理性的。宗教就会回呛你们科学家才没人性，冷冰冰的。这种对立反而强化了冲突。第三，其实科学跟宗教这两个词本身的定义就超级模糊，这就给了大家很多可以争吵的灰色地带。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他们都不是静态的。科学会不断地用新的理论来入侵传统的宗教议题，比如用神经科学来解释病死经验。而宗教呢，也会试图用科学的语言来包装自己，像是所谓的创造论科学或智慧设计论，反过来渗透科学的地盘。而且还有一件事加剧了这个冲突，那就是大众对科学其实也有一种怀疑的诠释学者。很多人心里其实对科学是抱着一种戒心的，他们觉得科学太骄傲了，太自大了。就像这位犹太神学家亚伯拉罕·赫许尔说的，傲慢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性原罪，它是一种信念，认为世界上只存在自然法则和科技。其实很多人心里是这么想的，他们觉得科学家凭什么认为自己可以解释一切？这种对科学的戒心跟不信任感，其实也为冲突火上加油，让宗教对科学的批评更容易获得大众的共鸣。好，我们刚刚花了点时间分析了为什么从社会的深层结构还有文化的心理层面来看，科学跟宗教天生就很容易起冲突。但这就让我们绕回了最初那个最大的谜团。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大部分的人，那压倒性的2/3还是觉得没问题啊，不冲突啊？他们到底是用了什么神奇的文化工具，或是心理上的超能力，来让自己心安理得地同时接受这两种看似矛盾的世界观呢？重点来了，这个最关键的心理工具，社会学家称之为多声道模式。这是什么意思呢？听起来很酷，其实很简单。它指的就是一个人可以在同一个对话里面用好几种不同的声音或角度来说话，这让他可以同时保持着看起来互相矛盾的想法，但自己一点都不会觉得不舒服，或是有什么认知失调。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朋友问你对某个政策的看法，你可能会说，如果站在经济发展的角度想，好像蛮有道理的啦，但如果从环境保护的观点来看，又会觉得怪怪的。你看，你没有给出一个单一确定的答案，而是同时呈现了好几种声音。这就是一种心理上的超能力，让矛盾可以和平共存。你可能觉得，这听起来有点抽象。我们来看一个真实法庭上的例子，你马上就懂了。这是在美国一个有名的基兹米勒诉多佛学区案的法庭记录。这个案子就是在吵学校到底该不该教智慧设计论。你看这位专家证人的回答哦，法官问他意见，他说：“我同意米勒先生的部分是。”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那样看，我不是说我对此有什么明确的看法。你看他绕来绕去，就是不愿意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多声道模式，他透过呈现不同的观点来避免选边站，从而化解了潜在的冲突。所以我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其实都在不知不觉地使用一套和解 SOP。这套 SOP 基本上可以归纳成2大步骤。
第一步，把宗教个人化，让它从一个公共的、有组织的信仰，变成一种个人的心灵寄托，一种非常私密的意义追寻。第二步，把科学实用化，让它从一种探索真理的宏大事业，变成一种提供我们生活便利的实用工具。我们接下来就来细看这2个步骤是怎么操作的。我们先看宗教是怎么被个人化的。在这个过程中，上帝不再是那个有明确形象、白胡子老爷爷的形象，而是一个谜，一种神秘的力量。个人的感受和体验变得比教会的官方教条更重要。圣经或者神圣的文本呢，不再是必须逐字遵守的字面真理，而是变成心灵鸡汤、安慰的泉源。最终的目标不再是去遵守什么严格的教义，而是一场个人的心灵之旅。你看，当宗教变得这么有弹性、这么个人化之后，它跟科学事实之间那些最硬核、最容易吵起来的冲突点，比如说宇宙是不是6天造成的，是不是就被巧妙地模糊掉、绕过去了。接着我们来看科学的实用化。哇，这张图表真的太有说服力了。这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做的调查，问大家科学与技术是否让生活更美好。结果你看看，高达86%的人都表示同意。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科学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带来实际的好处。大家真正在乎的不是科学揭示了什么宇宙的终极真理，也不是人类在演化链上的位置，而是科学能不能发明新的疫苗，能不能让我的手机跑得更快，能不能让我的生活更健康、更方便、更舒适。白话一点讲，就是能不能让我的生活过得更爽。OK， 讲到这里，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对吧？宗教个人化变成每个人的心灵 SPA， 科学实用化变成生活的好帮手、工具人，大家各取所需，相安无事，这个世界看起来一片和谐。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社会学家伍斯诺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也非常深刻的观点，这种和谐其实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这份唾手可得的和平究竟让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来看这张对比表，就一目了然了。你看宗教这一栏，它原本宏大的主张是对存在的终极真理的宣告，它试图回答我们从何而来、往何处去这些大哉问。但在这个和解的观点下呢，它被降级成了个人的意见和感觉，变成你信你的，我信我的，我们互相尊重，开心就好。那科学呢？它原本的宏大追求是理解现实的基本性质，是人类好奇心的极致展现。和解之后，它变成了什么？一个让生活更轻松舒适的工具。重点来了，在这种人人满意的大和解框架下，科学和宗教其实都被降维打击，失去了他们最深刻、最宏大的那一面。伍斯诺本人这句话，我觉得讲的真的太狠，也太准了。他说，当宗教被贬低为个人意见时，它几乎被削弱到面目全非，就像当生活舒适成为研究和支持科学的唯一理由时，科学也被贬低了一样。这句话真的值得我们停下来，好好的想一想。为了方便，为了和谐，为了不要吵架，我们是不是就把这2个伟大的人类智慧结晶，都变成了一种速食文化，一种消费品？所以这就带到了我们今天最后真正想留给大家思考的问题，一个让大家都感觉很舒服、很自在的和解文化，真的会比一段去寻求真理的，哪怕是充满困难和争议的过程来得更好吗？当我们为了避免冲突而选择各退一步，把宗教变成个人化的心灵鸡汤，把科学变成实用化的科技产品时，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是不是也同时失去了一些更深刻、更宏大的东西？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绝对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深思。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跟我们的直觉相反，大部分民众其实并不认为科学与宗教是互相冲突的。第二，他们之所以能达成这种和谐，主要是透过一套和解 SOP， 一方面把宗教个人化，变成一种私人的心灵追寻，另一方面则把科学实用化，看作是改善生活的工具。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这种看似完美的和解其实是有代价的，它可能让宗教失去了对终极真理的宣告，也让科学失去了探索现实本质的宏大追求，两者都被降为成更肤浅、更功利的东西。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